好，感谢神。那我们就开始讲四福音书的一个导论哈。什么是福音书？呃，我们昨天已经提到了，福音书如果从这个题材的角度来说哈，那它就是跟这个所谓的传记的题材是很类似的啊。但其实有人也提出说，福音书是一个很独特的题材，就叫做福音书的这个文体哈。那如果最接近希腊文学的话，那就是传记。那有多少本福音书呢？那当然有4本。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因为有的这个比较复杂，因为当时新约正典形成的时候，记录耶稣的这个言行哈，那不仅只是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那还有其他很多的。那这些当然圣灵在当中有他的保守和祝福，所以说把这4本福音书就传承下来，但是也有很多的这些就是也记录了耶稣的言行，那么他没有被传承下来哈，或者说没有被教会认为是正典。那在这个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书，就是叫多马福音。如果你去查这个多马福音，就知道多马福音它有点类似于耶稣的言行的一个合集，就是说耶稣讲的一些教导，比如登山宝训啊、比喻啊，或者一些就是很经典的一些句子哈。那么他可能就会把这些集合，就是一段一段的都把它总结出来。所以多马福音的出现之后呢，让这个后面我们会提到哈，就是让人们对底本 Q 的问题又再一次来反思，就是说它好像是更原始的一个耶稣讲道的一个或者教导的一个资料集就是当时有人听耶稣讲道就记录下来嘛，那大概是这样，但是里面为什么没有成为正典，是因为它里面有一些的内容。有一些内容是在四福音书里面是有的，有一些没有，而且是有明显的错误那么所以这肯定就没有这个成为正典。那我们今天要简单看一下福音书如何互相关联，就是这4本福音书当中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你要解答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解释福音书当中重复的部分。比如说我给大家看2段经文，一个是马太福音22章37到39节，还有一个是路加福音13章34到35节。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这2段经文，你们看一看哪里有什么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这2段经文当中，你发现这2段经文是一模一样的，对不对？而且不仅中文的翻译是一模一样，它希腊文原文的版本也是一模一样的。那这里就有个问题了我问问大家哈，一个是马太写的，一个是路加写的，路加应该是比马太更后面写的。那他们2人写的内容一个字都不差，这种可能性大家觉得会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出现呢？就造成这种现象。因为你想因为这个只是举个例子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内容，对，所以你就想可能有几种可能性，对不对？就是一个是要么就是马太抄路加的，要么就是路加抄马太的，要么就是他俩共同有一个参考的文本，他们共同写的，不然的话他们怎么可能连一个字都不差呢？因为你想一想他们在写一件事情的时候连一个字都不差，那就哪怕我们这些人就是我让你重述一个故事，让你把它写下来，你都很难做到，就是说我们记录这同一个故事，一个字都不差，对不对？所以这里就会就会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怎么解释这些重复的部分，为什么会一字不差的这种复制过来？那也就会联想到说福音书是怎么形成的。所以在这里有个图表，大家要注意哈，就是这张图很重要就是他把3本对观福音书因为约翰福音是它不算是对观福音所以我们主要是看马太、马可和路加。那这3本福音书之间的关系呢，就是用这种图来表达出来了。这里面呢，大家可以看一看就是在这个紫色的部分，中间这个紫色的部分你能看到那
它76%马可福音的内容，41%路加福音的内容和45%路加福音内容，他们的记录是类似的，就是你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故事啊。然后呢，马可跟马太有类似的部分，这个红线的部分啊。然后呢，但是呢，就它俩是类似的，但是没有出现在路加里面。然后这个马可跟路加也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很少啊。然后呢，这个路加福音独有的35%，马太独有的20%。所以你看看马可福音是很有意思的，比如你看马可跟这个马太福音啊，就是说马可福音76%是这个紫色的部分嘛，是马太福音里面都有的，对吧？然后另外还有18%是它跟马太也都类似的，就是没出现在路加，但是出现在马太。所以你看，将近96%，可以说95、96的这个内容，马可福音95、96的内容都在马太福音里能找得到。那么这样的话，大家也会去推测，就是说，那马可跟马太之间是什么关系？你想一想哈，就是说马可福音很短。它里面95%的内容都在马太福音里能够出现，那马太福音比较长比较多啊，内容比较多。那么你想一想，这个逻辑上哈来推理的话，那是马太先写成的，还是马可先写成？是马可参考了马太，还是马太参考了马可？就是两种可能嘛，对吧？那个要么就是马可参考了马太，马太先写好了，然后马可把它浓缩一下，所以它96%的内容、95%内容都可以在马太福音里面找到。那另外一个就是马可先写成，然后马太在马可的基础上扩展啊，就是扩展了一些的内容出来。那这两种可能，大家觉得哪一种更有可能呢？对，就是从逻辑上来说，应该是马可先写成，对不对？啊，因为如果马可是后面写的话，它只是为了把马太里边90%多的内容总结出来，那其实没有必要嘛。那我们看马太就够了嘛，不需要再看马可了，是不是？所以马可应该是先写成，然后呢，它的语言，然后包括整个结构的安排都是比较原始的，就是说比较简单的，那也比较稍微粗糙一点。那么马太呢，就根据马可的这个文本，然后呢，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展，所以也透过这个福音书内容之间的关系来判断他们谁先写成的。那么在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个蓝色的地方。这个蓝色的地方就是23%的路加福音和25%的马太福音里面共同出现的，但是没有出现在马可里面。这里面大概有250节经文。这些经文呢，它独特的地方就在于路加肯定是后面写的，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也看到，他开篇是这样说的啊，他说了已经有很多人写了福音书，对吧？很多人写了关于耶稣的事情啊，我是详细按照顺序来考察了，所以路加很清楚，就是说他肯定是看过马可啊，甚至是马太，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资料，然后他来做一个总结。所以路加应该是后面写的，那他写的时候他有一部分资料参考的是马可。那有一部分资料参考的是马太，那马太呢也有一部分资料跟路加是重合，这个蓝色的部分，但是这个部分都没有出现在马可，就是说路加跟马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们两个还有第三个这个资料的来源，就是除了他们互相参考之外，可能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资料的来源，就是马可没有用到，但是路加跟马太用到了，那这个来源是什么呢？学者就把它称为叫底本 Q。底本 Q 其实它这个原文呢是一个德语哈，它就是这个德语的意思就是指向这个来源的意思啊，未知的，就是它不知道，这没有发现这个底本 Q， 但是呢，只是从逻辑上来推理说路加跟马太，他们就比如刚刚我们看那两段经文哈，他俩这么高度重复的内容，要么就是路加抄马太的，要么就是路加跟马太共同参考了一个资料，而这个资料学者把它称为底本 Q。 那刚才这就提到刚才的多马福音了，因为多马福音呢发现之后就发现多马福音是有点类似于像底本 Q 这种功能，就是它没有整理，但是它只是把耶稣的言论啊，他的一些精华的教导，把它放一个集合啊收录起来啊，没有像说按照时间顺序啊怎么样，就是好像箴言一样的哈，耶稣的比喻啊
啊，他的一些教导零零散散的都把它综合到一块儿。所以有没有可能路加跟马太就是参考了类似当时不管是口传的也好，还是有文字记录的，就是关于耶稣的教导的这些资料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底本 Q 的问题。那还有人支持底本 Q 呢，就是说讲到这个次序的一致性。这个次序的一致性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看这张图啊，这个是在卡森的那个新约导论那里面的。他就说，如果你把这个马太跟路加这相同的部分全部挑出来，全部抽离出来，然后你发现他们的顺序都是相同的啊，他们的顺序都是一样的。他把这所有的这250节经文全部列出来之后，发现整个的这个顺序都是一样的啊，那这就更加就是说让大家觉得说他们两个应该是共同的参考了某一个文本啊，那也有可能就是路加就是参考马太的。啊，那不管怎么样，那他们参考的这个内容就是有高度的一致性，所以说他们整个这个参考的内容的顺序啊，就是耶稣讲到的内容啊，这个比喻啊，顺序都是一致的。那但是呢，这个 Q 的资料呢，就是这相同的资料，他们的安排倒不一样，就是说他对于路加来说就是分散在整个整本书里面，对于马太福音里面呢，它主要是放到这个5大讲论当中的。那后面我们会看马太福音的一个结构啊，所以虽然这个 Q 资料，假如说有底本 Q 的话，那么这个资料它就是说并不是完全像路加和马太就是同样的使用方法，他们参考这个资料啊，根据他们自己的需要放在不同的这个章节当中啊，但是呢，如果你把它抽离出来，你发现这些资料它的顺序啊都是一致的。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所以马太、马可和路加，他们在写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们的资料不是凭空出现的啊。当耶稣在这个在世教导的时候，我相信这些门徒们啊，因为马可更多是访问彼得嘛，对吧？啊，所以说可能是彼得口述告诉他耶稣讲了什么内容啊，或怎么样，所以都是那些见证人，他们就是跟着耶稣的人。啊，把耶稣的言行，把它就是不管是口述还是用文字的方式记录下来，所以他们会参考这些内容啊。但是呢，这个其实并不影响圣经的正典性，也不影响这个圣灵的启示，因为我们相信圣灵在这个当中有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说他保留了这些内容。那同时，你看像约翰福音里面最后20章最结尾他也提到，对吧？耶稣讲的做的事情有很多，如果都记下来，那整个世界都容不下。啊，所以他们在选择的时候，这些资料是有挑选的，就是说他们为什么，就他们写作的时候，他们可能资料是更多，然后呢，他参考这些资料，然后呢，决定他把哪些放进来，哪些不放进来。这是为什么我们昨天讲一定要看作者他的这个本意，对不对？为什么我们要了解作者写作的目的啊？就这个原因，就是他在编排的时候，他有他背后的神学，他并没有把所有的关于耶稣的内容全部一股脑的都把混到一块儿啊，他有他自己的目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解经的时候要去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发现，为什么路加在这里用的这个资料跟马太用的这个同样一个资料啊，同样一个故事，但是他上下文不一样，那他的目的是什么？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神学，是吧？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看福音书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更多去想作者他为什么这样安排他的资料。啊，那么所以呢，迎着这个这个福音书的一个现象，所以后来就出现了各种所谓的批判。不过这些圣经批判学呢，我相信就是现在这个学者呢，一般已经就是说不受到这些影响了。好，那这个都是大概20世纪的时候啊，对圣经猛烈的攻击啊，包括历史的批判、来源的批判。那历史的批判就是说，对吧？它是不是历史事实？是不是？还是说，你看不同福音书记录的一个事件都不一样哈？那到底哪个真哪个假？来源的批判也是一样，就是说底本 Q 的问题，或者是他们有没有参考这个其他的这个资料啊，包括旧约哈也提到啊，有的时候像创世纪第1章、第2章啊，有的时候提到耶和华，有的时候啊，就有的时候用 Elohim， 有的时候啊是用这个阿多奈，对吧？是不一样的字啊，那就说是不是有不同的来源？啊，那形式批判呢，还有这个文体批判也是哈，就
这个讲到他这个文学，从这个文学的角度来批判，还有编辑的批判。这个 redaction 就是说他就是说他把这个作者当成一个编辑如果你们做过编辑你就知道，就是说他就只是一个编辑，他只是把资料汇总然后编辑一下但是他就忽略了圣灵在当中的这个作者本身他的一个主动性圣灵对他的一个感动，他为什么这样写所以这些高等批判呢基本上到了20世纪结尾21世纪的时候，那这个基督教的学者就起来去护教吧所以把这些所谓的高等批判都一一的这个否定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所在做的事情，我们叫这个低等批判，就是叫做文本批判，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说我们在承认这个历史性，承认它的来源的正统性，还有这个无误性的基础之上，我们要看这个文本本身，它就是说它为什么这样编，为什么这样叙述这个文本这个圣经经文本身它要跟我们传达什么的意义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那么还有就是在有所谓的历史上的耶稣这个事情那这个也是在20世纪的时候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很大的攻击，就是甚至都是说这个耶稣可能这个人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说只是当时的一个学派然后他们把这些思想汇总怎么样就是因为他对历史的批判，就导致了就是说我们不知道那个历史是不是真实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耶稣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定死了是不是有这个人都不知道当然这后面也都一一的去被反驳了。那在西方还有一个叫所谓的耶稣研讨会，这个叫 Jesus Seminar， 他后来现在基本上这个已经就是破产了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风生水起的时候就他们把耶稣所有的话全部都拿出来，然后根据这几种批判来去给耶稣所讲的话做一个等级的划分，就是说哪些他会划分出来说哪些等级是我们就是说90%的可能性这是耶稣说的，哪一些这个教导是可能50%，哪一些我们确定可能这不是耶稣说的他把耶稣所讲的内容，包括这个圣经文本本身，他会按这个所谓的这些批判来去做一个评级然后呢就是说最后就说哪些是我们相信是真的，哪些不是真的那这个不过到后面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文本的批判的发展已经就是说对于这些就是以前的高等批判基本上已经就是说不是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是问题。但是的确这些批判后来也造成了很严重的一个影响，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就是新派的神学是吧，自由派的神学，那他们还是就是说比较看重这些，也就是因着这些批判所给圣经的这个权威性和正典性所带来的这种撼动，导致了他们对于圣经的看法也是就是说哎呀这个觉得这就是里面有神的话，那不是完全神的话就是说这个也并不是无谬的这个可能有错误或怎么样因为他就把圣经当成其他的文学，就好像你去读史记一样，你看司马迁写的史记，你说那里面到底哪些是事实哪些是假的，哪些是故事神话你就去看到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你就把圣经也当成像史记一样你就去批判它那么那其实那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我们对神的话本身的一个这个把握就越来越少就觉得没有这种信心那么所以这个自由派的问题就是这样那他们其实虽然这些高等批判已经不那么流行了，但是它所造成的影响就到现在还是在所以我们说经文批判低等批判，我们还是就是在承认圣经无谬无误的基础之上来做这个研究这个不一样。好，这个就简单大家了解一下就好了。那4本福音书的贡献呢都各有不同，我在这里呢也不细讲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后面会讲马太他的重点是什么，我们都会讲马太他更多提供这个耶稣的这个人类的这个血统，马可讲到了是提到耶稣是怎样的仆人对吧，马太更多是强调对犹太人的这个福音路加更多是强调一个这个
普世性的，对不对啊？那么约翰更多强调耶稣的道成肉身啊，所以4本福音书有不同的贡献。我们不仅要把它合到一块看，更重要也是要分开看每本福音书的作者他为什么这样写。那其实所谓4福音的对照啊，在这个中世纪的时候就有了哈。你看这个他们就把这个4福音对照表啊，我给大家的那个参考资料里面也有一个参考资料，就是4福音书的对照表哈，你们自己可以去看，就是他把4本福音书所有就是讲的同样的内容的这个经文都把它列出来，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哈，有的就把它都列出来啊，然后你就可以去对照，就看哪些地方记录的是一样的，哪些有差异啊，更多去看那些有差异的地方啊，然后你就去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个差异啊？为什么不同的作者他记录的这个内容不一样啊？这个用这种对照表可以帮你很快速的能够抓住相同的内容。好，那么那我们怎么样来阅读这4本福音书呢？那我觉得更重要的，对我们来说，尤其对于基督徒来说，第一个就是你要透过福音书来认识耶稣基督，这也就是4本福音书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如果让你总结一句话，这4本福音书为什么写下来，就是我们问作者他为什么写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啊，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他们想要让我们知道耶稣是谁。他们在记录所有的事情啊，他写的每一个字都有这个目的，就是要让读者知道耶稣是谁。所以那这个很重要，就是当你知道作者的本意的时候，你在读的时候你就想，如果你读了一段经文，你发现这段经文我从来没想过这段经文跟耶稣是谁有什么关系啊？耶稣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误解了这个作者他为什么把这段资料放在这里啊？他放在这里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加认识耶稣是谁，更加知道耶稣他做了什么，对吧？他是谁？他是这个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啊？所以福音书里面的每一段每一句都是跟耶稣有关系的啊，这个是很关键啊。我们也透过福音书就是要认识耶稣是谁。第二个，我们也要在圣经的一个大的背景下来阅读福音书，就是这些门徒啊，他们有一个很大的背景，就是旧约的背景，就是他们在我们后面看路加就看到他引用大量的以赛亚书，就他会带着整个旧约的一个神的这个圣约或者神的应许这个背景来写福音书啊，所以我们看福音的书的时候，也要结合就是说看到他在旧约里面神的这个应许是怎么实现的。那第三个就是，那我们为什么阅读啊？不仅只是从学术上来去研究，更重要的是成为基督的门徒啊，让神的话来激励我们使我们更好的为神而活。好，那我们就开始进入马太福音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对于这个尤其这个表啊、底本 Q 这些，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